各位朋友，中东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僵局拉锯时间的阶段。你看看我们本台的这些粉丝们，咱们一开始就预判说这场战争啊，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美国和伊朗都得跪下，然后呢各自对外宣布胜利，这个仗也就稀里糊涂的打完了。当时你看我们的预判是多么的准确呀！美国已经不是昔日的海湾战争时候的那个美国了。那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老有粉丝问说，浩哥，你得给我们说说这个进展。问题是垃圾时间没啥进展。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伊朗的外长跑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呢给美国晃了一个回马枪，然后又跑到莫斯科去见普京去了。中国的大 V 呢就乐观说普京要下场帮伊朗了。我个人也认为不可能，普京也无力救伊朗，美国现在疲软难再战，唯有中国最超然，现在就是这么个局势。朋友们，伊朗呢提出了3点和平方案，他这个意思就是咱们先停火，再谈什么核武器的事儿啊，咱们先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先瓜分了，不排除和美国一块分钱，但是呢核武器的事儿咱别谈，先停火，你得保证不再进攻伊朗和这个黎巴嫩。但是这玩意儿能替这个以色列的干爹做主吗？川普做不了主。所以呢川普对这个呢表示很不满意，但是很不满意，美国也不敢再打了呀，再打那弹药库就全空了。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在记者会上证实，总统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当天开会讨论伊朗提出的谈判新方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和2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已经收到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谈判新方案。Do you believe China's helping Iran right now? You're supposed to meet with President Xi in a couple of weeks. What's the latest there? What's your communication? I don't think much. I think they may be helping, but I don't think much. I can tell you this, they could help a lot more. I'm not overly disappointed. We help people too when, they would say, no, well, what about China? What about Russia? What about this, that? Well, we also help people. We help Ukraine as an example. And we shouldn't have done it to the extent, and the war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W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f I were president. And, it's a bloodbath over there. It's horrible. So many soldiers are being killed. It's incredible. It's just crazy, actually. 川普十分想见习近平，想让习老大救美国经济的命，再买上几万亿的美国国债吧，再把美国的大豆啊、芯片啊买一买吧。你看我都放行了啊，那个英伟达的 H200了，你们为什么一片也不买啊？中国说，我信你个鬼啊！你要是真有这个诚意的话啊，你把那个英伟达最新的那个芯片啊，你把华为给我解禁了，对吧？我信你个鬼！所以说他十分的想去中国访问。你看现在一句重话都不敢说。那个记者挑拨离间，说中国帮助伊朗，川普说你别他妈胡说，那就中国哪儿帮助伊朗了呀？他们本来可以给他武器的，现在没给啊。我们不是也给乌克兰武器了吗？川普十分想拜见习近平。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0点30分，北京时间28号5点。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中，再次就当前伊美事态发展作出阐述。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向斡旋方巴基斯坦阐述了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的相关立场。阿拉格齐强调，美国持续不断的破坏性做法，特别是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立场反复、言辞威胁以及屡次违背承诺，是阻碍当前外交进程的因素。鉴于美国2次在谈判中对伊朗发动袭击的经验教训，因此伊朗将就当前的外交进程做出适当的决定。普
普京则表示，俄罗斯愿意提供帮助，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针对伊美的海上对峙，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所谓下令扣押并没收运载伊朗石油的船只，是将海盗行为和在国际水域的武装掠夺合法化，美国必须为此类犯罪行径承担全部责任。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舆论普遍认为，伊美对峙已经进入到极其复杂的阶段，军事考量、经济压力和外交斡旋同时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担忧和疑虑。伊美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是走向一系列旷日持久但没有结果的消耗性谈判？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若有意愿谈判，可以主动联系美国。这一表态为重启对话和谈判提供了可能性，但该表态也意味着美国惯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即在提出军事选项的同时，也保留了外交途径。目前，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发出了新的谈判框架，美方将如何回应，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的外长到了莫斯科，中国的大 V 呢，那就比较乐观，他觉着普京应该是下场要帮伊朗了。4月27号，普京呢见了一位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伊朗的外长啊。这个外长呢，两个人友好握手啊，不是熟悉的那个大桌子，而是一张很小的实木桌。这个克里姆林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大致说，普京说，上周我收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的来信，请您务必转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同时向他确认，俄罗斯与伊朗一样，始终致力于维护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请您代为转达我对最高领袖的问候，祝他身体健康，万事顺遂。通报说呢，普京告诉外长，我们都见到伊朗人民多么英勇的为他们的独立和主权而战。阿拉格齐呢说的是更感性，他对记者说呢，普京对他说，不仅是俄罗斯，全世界现在都在钦佩伊朗人民对美国的抵抗，实际上是在赢得这场不平等且不公正的战争。普京还告诉客人，我们真诚的希望基于这种勇气和对独立的坚定承诺，伊朗人民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将度过这段考验的时期，并在该国实现和平。普京还说呢，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维护您和所有人的利益，尽快实现这一和平，您很清楚我们的立场。阿拉格齐呢则表示，说是感谢您就伊朗最高领袖的逝世致以哀悼，也感谢您在伊朗新领袖当选后发来贺电。最高领袖和佩泽希奇扬总统特意嘱咐我向您转达他们最诚挚、最热烈的祝福。这次访俄，我身负一项重要使命，向您确认，伊朗将俄伊关系视为最高层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国关系的持续深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俄伊友谊将不断的巩固。你看，伊朗呢还是要紧抱俄罗斯的大腿，对吧？你看这话说的多么的亲切呀！伊朗人民坚韧不拔，抵抗美国证明我们有能力打垮美国的攻击与霸权。说向世界证明我们拥有俄罗斯这样的可靠朋友与盟友，艰难时刻始终与我们并肩前行。好吧，普京呢这个表态呀，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乐观吧。这个普京现在帮助伊朗哪方面能够帮助伊朗呢？各方面我觉得都帮不了伊朗吧。要说武器，自己在乌克兰的武器还不够呢天天让乌克兰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的腹地，在莫斯科周围炸来炸去的。派兵那就更不可能了。那现在那个俄罗斯自己都抓不来壮丁呢，对吧？只能是口头上支持了，叫口惠而实不至。所以中国的大 V 呢，对此呢，我觉得是过于乐观了。那不可能俄罗斯能够下场帮伊朗，那伊朗现在能够靠谁呢？伊朗谁也靠不住。
伊朗只能靠自己了。俄罗斯大哥现在没那个实力了，对吧？那中国呢？中国那个又不是你这个伊朗的大腿，以前你也不抱中国的大腿啊，还经常给中国使绊子呢，对不对啊？啊，你们还想这个亲西方呢，所以你跟中国也不是一路人呢。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态度是最最超然的，对吧？你想让我帮你，你能付出些什么呀？而那句话嘛，伊朗也是一群这个可以说是被西方都已经渗透到骨子里的蠢货废物。如果但凡有一个明白人的话，这时候就是说完全转向中国，抱中国的大腿才行，请中国到伊朗去驻军，修军事基地然后把伊朗的石油抵押给中国，全套引进中国的这个武器体系。可惜朗子这帮这个人也没有明白人，扛着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